there's this feeling I've had for a long time. I don't remember when it started. I can't pinpoint to exactly when or why, but it feels like the ground. But like right here.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tried to get help. I did. I saw the psychiatrist and he put me on antidepressants, but all it did was mute it. Like it took the sound off, but it just kept on playing. I want you to talk to me about this stuff. Yeah, and George, I do. You know, I want to, but times it feels like if I tell you things, you're not gonna understand. 获得幸福感就像做实验，很难确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配方，只能不断尝试，不断努力，并期望有一点点运气，直到有一天筋疲力尽。《怒呛人生》是一部罕见的电视剧，聪明、成熟、有备而来，拥有精良的视觉设计，一群不常见但极为杰出的演员，和一位把理想主义的梦幻化成现实的艺术派导演，曾为《硅谷》、《破产姐妹》和说唱王大夫做过编剧的韩裔美国导演李成真。制作公司是最近几年爆火的 A24， 他非常擅长把小众群体的故事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表述。我曾为他出品的多部影片制作过视频，包括今年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瞬息全宇宙》，以及摘得最佳男主角奖的《我的金鱼老爸》。而这已经是这家公司第2次获得最佳影片这一奖项了。现在 A24 又有望在电视剧领域实现突破。今天介绍的这部《怒呛人生》已被誉为今年目前为止最令人兴奋、最具洞察力的创新之作，也是最近几年最有独创性的美剧之一。影片的灵感来自导演李成真的亲身经历，由发生在洛杉矶郊区大型超市停车场里的一场路怒开始。Danny 刚刚退货未果，正生着闷气，倒车时恰好 Amy 驾驶着他的奔驰冲了过来。Amy 被吓了一跳，长时间按住喇叭，还向 Danny 竖中指。Danny 随即追了上去。影片直抒胸臆，只用了短短10几分钟就把它的主题抛洒在洛杉矶街头，也就是愤怒。影片的题目 Beef 是 feud 一词的口语化表达，大致可译为恩怨。Amy 最终还是逃脱了，但 Danny 记住了 Amy 的车牌号，并找到了她的住所。怀恨在心的他把路怒发展成恶作剧，促使 Amy 正式宣战。两人用假冒的身份渗透到彼此的家庭当中，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把恶作剧升级为全面战争。Danny 的弟弟和 Amy 的丈夫也被卷了进来。惊心动魄、离经叛道、古灵精怪，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概括这件事中迅速膨胀、荒唐至极的一系列演化。对剧中人和我们来说，它都像一场混乱的梦，紧紧抓住我们不放。Danny 是一个勤奋但不太走运的韩裔勤杂工，父母几年前刚失去了汽车旅馆，而他的承包商生意始终没有起色，财务状况急剧恶化，但他还期待赚到足够的钱把父母接回来。他的弟弟 Paul 和他有着不一样的计划，虽然两人都想快速致富，但 Paul 寄希望于投资虚拟货币。Danny 身上背负了太多责任，想要挺身而出照顾家庭，却又无力改变境遇。他归罪于不公的世道，现代社会的阶级壁垒，而最令他恼火的还是无法获得别人的尊重。弟弟 Paul 和表兄 Isaac 都不完全看得起他。Danny 看上去类似于韩剧中经常出现的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经典形象。他与 Amy 的一面之仇也回应着耳熟能详的愤世嫉俗的阶级对立，工人阶级对上流社会天然的刻骨仇恨。他感觉生活已离他而去，所有罪过都归结于现代社会变异的病患。 That's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today, man. They want you to feel like you have no control. Like you gotta eat shit with a smile on your face or some shit. Like, fuck that, dude. Fuck it, man. Like, it's like, I don't want to, I'm so sick of smiling, dude. 然而这部剧并没有急忙下结论，他想要讲述更多，探讨一些更深刻的问题。这便是设计 Amy 这个人物的精妙之处。她是一个复杂且滑稽的角色，透着一种紧绷的自我强迫性的幽默感。虽然看上去她的生活环境比 Annie 宽裕很多，但压力一点也没有更小。她拥有一家即将被大财团收购的植物商店。徒有虚表的艺术家丈夫 George 是一个爱笑暖心的妈宝男。别人眼中的 Amy 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而她自己感受到的却是一块巨石卡在胸口。如果说 Danny 通过和周围人的互怼来宣泄委屈和愤怒，那么 Amy 的绝望更安静，更不容易被人听到。当然，这并不是说 Amy 性情更温和，她只是职业性假笑运用的更纯熟罢了。
我们总是被社交媒体欺骗，然后看着听着，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学会欺骗自己。这一切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空虚。生命被挖出了一个洞，当我们注意到它，往往已经为时已晚，又对填满它无能为力。Danny 躲在强装出来的男子气概后面，被自卑侵蚀，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痛恨着自己。而 Amy 戴着她的八角形眼镜，在悠长的特写镜头下，小心翼翼地弥散出由自我厌恶和内疚引发的焦躁。Danny 想用烧烤架制造的一氧化碳杀死自己，而 Amy 则爱上手枪光滑的表面，用它来自慰。他们分别尝试过各种方法摆脱沉沦，一口气吃4个鸡腿汉堡，浸泡在教会里放声歌唱，心理咨询和冥想，甚至尝试出轨、偷情，都无济于事。影片在寻找愤怒根源的道路上思索着，他确信 Danny 和 Amy 本性充满爱，而愤怒一定有其缘由。这也给了我们信心，相信 Danny 和 Amy 可能是那种所谓的坏人，但绝对不是恶人。不过在我看来，他们连坏人都算不上，而是2个未能逃脱生活至于套索的人。剧中每个人，包括我们在内，最初都像是一匹野马，有人先被套住，有人的绳索勒得更紧一些，有人被分配到差一点的牛仔，有人不喜欢栅栏，尝试逃脱却踹断了自己的腿。生活就是一场冒险，大概就是这意思吧。一些幸运的人主宰了自己的探险，而另一些人则是被迫被拽了进去，倒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就像影片临近尾声的高潮，回应了第1集路怒的场景，将皮卡和奔驰飙车的那个片段，以另一种形式延伸至悬崖下的谷底。倒数第2集的结尾用比约克的 All is for a love 作为结束，而最后1集的开场是一片黑暗中乌鸦演唱的丧歌。当太阳再次升起，2人都还未能走出荒野，战斗进入肉搏的白热化，直到最后大自然给了他们应有的惩罚，强迫他们在幻觉中回忆过去，刨出仇恨扎入灵魂的根系。自然用有毒的梅子带给他们教训，也给予他们疗愈，使其在幻觉中做到了换位思考。他们终于能够感受到对方愤怒的外表下那颗柔弱的心。 I think we're dying. I think so too. I see your life. You poor thing. All you wanted was to not b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be ashamed. It's okay. I see it all. You don't have to hide. It's okay. We should have done this more often. What a waste. At least we did it once. 其实，在数不清的暗算和挑衅的过程中，2人或许已经感知到对方与自己的相似之处。一次短暂的会面曾带来一段极其精彩的对白。What do you need? I just want to know if you're like, I don't know, happy and shit. Why do you care? I just want to know if I gotta get to where you are. Everything fades. Nothing lasts. We're just a snake eating its own tail. 这是一个明确的结论，导致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阻止他们获得幸福感的罪魁祸首，从路怒到不共戴天，持续不断喷涌着愤怒的源头，跟贫穷或富有无关。这部剧自此突破了韩剧的套路，也超越了几乎所有其他的同类型的作品。它进入了全新的领域，一个 A24 反倒很熟悉的范畴，人类的普遍心理层面和文化错位制造的隐性的焦虑。我们被带回到2人各自成长的某些时刻，发现他们似乎天生多愁善感。Amy 的阴郁不知从何而来， Danny 的失落和孤独感也不知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引力，而他们的原生家庭也未能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东亚文化的核心是服从、孝顺和忠诚，宣扬隐忍、内敛，一些本应宣泄的东西却沉积在心里，发酵成有害的自责。我本人也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学校，表达想法和感受都被视为抱怨和捣乱。Amy 和 Danny 的父母都强调自己为子女做出的牺牲，表达爱的方式也是不约而同希望子女能够按照他们理解的方式生活。家庭成员捆绑得如此紧密，但每个人的内心却十分压抑，无休止的内耗直到把自己掏空。这大概就是空虚和孤独的根源吧。让我们回到影片第1集最后那组镜头， Danny 和 Amy 的第一次面对面。一场恶作剧作罢，2人都露出整部剧中都少有的会心的笑容。Danny 是捣蛋得逞开心的笑，而 Amy 先是很气愤，但看到 Danny 逃之夭夭，却也忍不住露出不易发觉的微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场怒怒也好，随后的一连串纠葛也罢，2人似乎都需要这场闹剧帮助自己从失落的生活中获得片刻的解脱，让它变得稍有趣一点点。
就像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的，以及不少影视剧已经反映出来的那样，东亚裔移民在西方社会中受重视程度甚至低于非裔群体。数量小和参与政治的意愿的不足，都不利于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拥有足够有力的发言权。怒呛人生在好莱坞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关注圈层的外围，集结了一群东亚血统的天才演员。Danny 的扮演者 Steven Yeun 已经在行尸走肉中闯出一片天地，而现实中的 Amy 黄阿丽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脱口秀演员，甚至被戏称全美最污女脱口秀演员。两位主角的精湛表现不令人感到意外，而全体演员团队的杰出表演则令人惊喜。他们集体跳脱了西方对东亚人精明温和的刻板印象。在剧中，他们每个人都融入自己的角色，成为 Danny 和 Amy 幽深漩涡四周散开的有趣的涟漪。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都与愤怒这一主题建立特殊关联。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沮丧的另一种写法，在沮丧当中慢慢孵化出愤怒。当困在其中的人都只能释放负能量，愤怒与愤怒相遇，爆发出超出想象的破坏力，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在李成真的这部神奇的电视剧中，众多艺术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是布景中的点缀，而与人物和氛围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上一次给我留下这种印象的影片还是 Tom Ford 拍摄的《夜行动物》。George 创作的空洞的雕塑作品和他从艺术家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模仿 Tango 设计的椅子，女富豪 Jordan 浮夸的王冠陈列厅，以及明显仿造 Judy Chicago 的 The Dinner Party 的有钱人的晚宴，这些伪造的艺术设计营造了一个极富真实感的世界。最近几年那些杰出的喜剧具有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懂得如何做到让超现实与现实不分彼此，并且如何让喜剧拥有悲剧性的力量。我曾评论过的亚特兰大、巴黎、白莲花等杰作中的杰作，都是在悲剧和喜剧间走钢丝。怒呛人生时常会让我联想起亚特兰大。我曾为那部美剧史上独一无二的剧集做过细致的分析。亚特兰大修剪出亚特兰大城黑人嘻哈群体的侧影，而怒呛人生则是以洛杉矶韩裔为主体的东亚移民社群真实生活的缩影。影片大部分场景都是在洛杉矶韩国城拍摄的，许多演员和制作人员在现实中互为朋友，出自一个小而有爱的社群。比如那座韩国教堂和赞美诗合唱团都是真实存在的。扮演合唱团团长的演员的哥哥是李成真的大学同学，而他的这位同学又和 Danny 的扮演者参加同一个教会。赞美诗的音乐是与 Ariel Rechtshaid 合作录制，而 Ariel Rechtshaid 曾为 Beyoncé 和 Adele 这样的超级明星工作。影片为每集起的标题连在一起，就像一张说唱专辑。但令我印象更深的是每次推出标题时配合的图像，他们好似夏尔丹培根这些大师复活，拿起 iPad 在上面笔画出来的，狂野犀利，像是困兽噩梦里浮现的肖像人物，没有表情，甚至没有脸，身体像是从某个狭窄空间挤着穿过，留下金属划痕般的印记，好似焦躁惊恐下心头绷紧的琴弦。这出自一名真正当代艺术家之手，是扮演 Isaac 的演员的朋友。怒呛人生的剧本几乎是无可挑剔的，或许中间有些地方略显拖沓，但他成功做到了从一个特殊事件找到普遍意义。如果非要找些不合理的片段，那就是最后收尾的大团圆结局有些勉强，以及我对让女富豪死于意外有些不解。所以也许有些苛刻，但剧情设计我给8分。影片的镜头流畅又富艺术感，我尤其喜欢那些不同角度的人物特写，这是一种相对古老的技巧，也是我个人的偏好，所以我为他打满分，可能掺杂了一些私情。参演的演员中，除了 Danny 的弟弟 Paul 的表现有些生涩外，所有人的表现都是顶级的，因此综合来看配得上9分。影片探讨的问题是他身为喜剧却具有悲剧力量的关键。从愤怒到孤独，再到空虚，它具有惊人的维度和充满活力的深度。同时，它又是通过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来展现普世的情感，并且能做到如此精确，我甚至愿意为它打12分。审美方面无需再多赘述，编剧兼导演李成真用个性化的表达，将所有要素放置在统一审美框架内，尤其是把雕塑、盆景、椅子、王冠等伪艺术品极好地融入剧情，毫无刻意突兀之感，是惊艳的、令人敬佩的满分。怒呛人生总评分9.4分。Are you guys leaving, or are you just gonna sit there? Yo, I'll leave when I wanna leave, bitch. And we'll keep sitting here, you shriveled nut. Fuck you. What the fuck you say? What the fuck you say? Say it again! I dare you to say it again! 我们是 Dr. Kupo， 下次见。